什么？那个走这边，这边去资料室借。 何老师，刚才为什么不看我？何老师，您昨天问他的好像是，为什么看着您？我这么可笑吗？没有啊，那你笑什么？我这是在表达我的善意。我提醒你啊，不管是谁在这做助理，给哪位律师做助理，他将来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律所，我是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懂了，谢谢您的提醒。你别觉得有罗宾罩着你，你就可以目空无人啊！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罗宾在哪儿发现的你啊？到我们这儿来当助理是要填履历表的，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你哪个学校的？你们老师是谁？何塞老师，干嘛？司法考试一共14门课程，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贸易法、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部法，您随便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文。1989年4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1次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法学派。1135年，意大利北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的发现揭开了序幕。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最先开始了研究，他们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被称为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评论法学派的形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和适用有了新的发展。司法一词的来历，中国古代并无司法这一概念。司法一词是我国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仿大陆法系德日制度。司法权及审判权虽然审检合属，但是检察部门受专门负责司法行政的法部领导。你行了，你能像黛西这样吗？找找差距。还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现在复习也行。何塞老师，前台有您的快递。你跟何塞怎么了？他不喜欢我的笑容，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笑得满意。他到行政那边投诉，说以后要由他管理所有的助理律师和实习律师，谁都不能例外。黛西除外，我跟封印说好的。这个黛西到底是什么来路啊？你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为了他得罪了任小年啊。是任小年得罪我。
他自以为自己很有钱，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不需要服务这种客户，我有这个权利。这个台戏真的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像现在这样，笑而不语。把这个送到资料室，顺便把他叫过来。什么呀？游戏设备，这么多？陆斌找你。啊，好，我先走了啊。别惦记了，人家不归你惦记，知道不？为什么呀？他是有男朋友，还是你喜欢他呀？你是怎么通过司法考试的？我是高考状元，我每年都拿1等奖学金呢。那你说说看，如果有人为了他跟律所最大最慷慨的客户翻脸，我也会翻脸。任小年他就一混蛋。你果然脑入清奇啊！他之前是何塞的客户，你知道吗？他每次来到何塞办公室要的是你。好，求你了，我错了。咱俩换个话题行吗？为什么要换啊？因为只要你骂起任小年来，你肯定没完没了的，控制不住你自己，一直骂。行，那换什么？我先想想啊。何塞找你啊！快来！别摔了啊！摔了我今天我就练不上了。慢点，装上。电话。你看，喂，是你给我姐出的主意啊？您说哪一个呀？我给您姐出了好多主意呢。就是你最得意的那个。啊，你是说那个阻止渣男前夫见孩子那主意是吧？不用谢，客气，应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谁让你这么做？你姐让我这么做的呀。她说她不想见渣男前夫啊。你听好啊，你是我的助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没有我的同意，不准你以我助理的身份给任何人出任何主意，听清楚了吗？哎，小心点儿。喂，看一下。喂。基玉，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让我的助理去给我姐出。我相信你，相信。对不起啊，什么对不起啊？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其实想想这事儿吧，我也能理解你姐，能理解的。能理解。那我想请问，你成天能理解这个，能理解那个，那你是想见小安还是不想？我想见小安，我很想，我做梦都想。我知道你姐什么脾气，我不想得罪她，我不想惹毛她。其实我就想了解这事儿啊，抑郁症这病能不能影响孩子？会不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如果真的影响他，我可以考虑我不见小安，我能做到。明后天我去找罗琦，我跟他谈谈，好吗？别想那么多了，以后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陪你来多打打球，没事的。你不说了吗？我被人骗的时候才能找你。还正常。罗宾他绝对不可能是这种人。
虽然我认识他的时间没你长，可是我对人基本的判断还是有的。你以为他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吗？我跟你说，他所有的客户都特别有钱，而且是特别的有钱。那也不能说明他唯利是图吧？不，你今儿怎么了？你干嘛老替他说话呀？你以前不是特恨这种人吗？我现在也特别恨这种人，但是罗宾他真的不是这种人。如果他是这种人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任小年翻脸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知道，这不符合他的逻辑。因为任小年他缺乏对法律、对规则最起码的敬畏。我先跟你说清楚了啊，任小年现在可是我们的客户。那又怎么样呢？那至少我们现在合作的很愉快啊。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愉快多久。能不能不一言不合扭头就走啊？不是，我要赶紧去找罗琦了。哎，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我不能背黑锅，你走吧，你走吧，你赶紧的。哎，来了啊！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来了？小安呢？我给他买的奶黄包。哦，去同学那儿过生日去了。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聚众过生日啊？对呀，现在从幼儿园就开始了。那放冰箱了啊？啊，放冻箱啊。喂。啊，对，我是罗小安的妈妈。你们快结束了是吧？那我马上过来接她。谢谢您啊，一会儿见。哎，再见。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小安？他那个马上要结束了，我们去接他。你跟我问你刚才说什么小安？罗小安啊。罗小安，你把姓改了？对啊。那你改姓这事儿，季玉知道吗？他不需要知道。他怎么不需要知道啊？他是小安的父亲。季玉跟我说，你不让他见孩子是吗？对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季小安已经不见了，现在只剩下罗小安了。姐，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们是兄弟，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准备告诉你。所以你就去找我的助理了，是吗？对啊，你助理挺好的，人好心好，也非常能干，这小嘴巴巴巴的，可不比你当年差。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再找他，我也跟他说了，不让他管你的事儿。行，不找他了。我忘了我弟弟是胳膊肘往外拐的。姐啊，你听我的，你不能这么做，你真的不能这么做。罗大律师，我现在已经这么做了。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即便是夫妻双方离婚了，父母任何一方也不应该把孩子的姓给改了。那就去告吧，把灯关了。不管你跟季玉有什么问题，他总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我认为他没有。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你在跟我说法律吗？对，我在跟你说法律。你再这样，他可以告你的。那为什么不告我呀？那是因为他不愿意伤害你。那就让他伤害自己吧。你真的不能这样，你不能再刺激他了，他刚好一点点。所以不能见孩子，这个病得慢慢养。哎，你去哪儿？你告诉我，我去送你。咱们路上说好吗？不要，我不想听你唠叨一路。罗琦，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就是不希望你后悔，你知不知道？我后悔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多了，不差这一件。你怎么？你让开点啊，小心我压到你的脚。我让你让开，你听不见呢。哎，师傅，就这儿，停。罗老师，你也是来找您姐姐的？我不管罗琦跟你说了什么，我再说一遍，以后不许你管他的事儿。罗老师，是您姐姐先找的我。就这一个要求，做得到继续做我的助理，做不到走人。
如果决定了继续做我的助理，马上去了解一下夫妻离婚之后孩子改姓的法律知识，明天一早给我。靠边点，别压你脚。哎，脸色不好，昨晚没睡好啊？你去忙你的，我去买早点。我跟你一块儿去。你不是已经买了吗？是我这已经买了，但是你没买呢，陪你去。你这有什么事儿吗？我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有时间陪你买早点。这些都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会儿他来了，麻烦你给他。你这是要离开？这是要离开？不是啊，我手机屏碎了，我去换个屏。别掺和。什么别掺和啊？你见过季玉了吗？谁是季玉啊？季玉是谁你都不知道？罗琦的前夫，罗宾的前姐夫啊，就是那渣男啊！创业失败能叫渣男吗？哎，这是什么奖杯啊？他们俩是留学时的校友，蝉联过好几届学校网球双打冠军。罗琦和季玉是闪婚，罗宾是他们的伴郎。婚礼上，罗宾既代表新娘致辞，又代表新郎致辞。那他们为什么离婚啊？罗琦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没有细说，我也就没有细问。是不是？不是。没有人出轨，也没有小三。那是为什么？如果你见过季玉，你就知道了。老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的助理，我没兴趣知道。我也没兴趣知道。啊，我要是你啊，任小年要跟我说要把黛西炒了，我也跟他翻脸。你别总以为我对你有意见，对吧？其实都是因为任小年对我有意见。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嗯？丽娜不在她的位置上。丽娜很少不在自己的座位上。你应该到律师所去转一圈，看看还有谁不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不用解释。我要解释。那就快点。你赶时间吗？我在赶你。你昨天见到罗琦了吗？他是怎么说的？我跟你说啊，我对你其他的事情没有任何意见，我唯一有意见的就是你对人的态度，你太目中无人了。好，我一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现在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要打。哦，那你打电话啊，时间归你选啊，咱俩好好谈谈。请问你又有什么指示？
我就是想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重要的电话要打。正在打。我就说一句啊，我刚才呢检讨了一下我自己，我发现你我之间，我的确也是有责任。所以从今以后，如果你发现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也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没有眼力劲儿。请看，我有200多条语音没时间听。我帮你听啊！走开！我刚才跟你说的，千万不要告诉罗宾。好。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哪条法律规定白天不能关门啊？罗律正四处找你呢。哦，好好好。把门开着。哎，我跟你解释一下，我刚才的确想把这门关上，我想跟你说点关起门来说的话。什么话？算了，还是开着吧。明人不说暗话。你到底要说什么？说呀！你刚才跟黛西说什么了？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我必须跟你说。有人说，黛西和罗宾关系不一般。好，当我什么也没说。哎，我今天早上碰见罗宾了，但是我发现他气色不太好，好像挺懊恼的样子。那是因为他一大早上就碰见你了。丽娜跟你说什么了？没有人跟我说什么。那就是说了。您这是猜测。不，我原本做好了，一上班就听到了你辞职的喜讯。我不辞。我现在出去一趟，我桌上有一份150页的合同，你来负责校对，并且出具律师意见。您去哪儿啊？你问多了。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和罗琦姐好好聊聊。打住！如果不是你出谋划策，罗琦还真想不出这么狠的招。是你姐把你前姐夫描绘成了一个渣男，那你就信了？啊？所以给他出这么损的招？我错了。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到底为什么不让孩子见父亲？你告诉我。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乱给人出主意。我这是凭常识。如果一个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见父亲，一定有她的道理。那你要问，让他说出那个道理，然后判断那个道理是不是符合法律。还戳到他痛处。这不是理由。倒是你，我觉得你才应该问，因为你们才是家人。那150页合同，希望我回来之前你已经做好。我刚才找你有事儿啊，但是我给忘了。罗宾哪儿去了？他不在。他干嘛去了？你找他干嘛？我得跟他约一下时间。你需要多长时间？那得看我们俩谈的怎么样。他最近日程很满。可是他跟我说让约时间，我们俩好好谈谈。有的时候呢，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想找时间跟你好好谈谈，意思呢就是说他当时不想跟你浪费那个时间。哦不，如果我说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那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把这个时间好好约一下。丽娜姐，罗宾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拿一下合同，你自己去吧。确定时间？我给你约明天的时间。今天为什么不行啊？我不知道他回不回来。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是丽娜，你怎么会知道他那他今天没有时间。我拿好了。何赛老师，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没事啊。你有事儿？
我没有。那你刚才叫我何塞老师？因为您是长辈，所以我叫您何塞老师啊。何塞老师，再见。长辈儿，长辈，哼，谁是长辈？何老师，为什么叫我老师？因为您是我的前辈啊。前辈吗？那应该，师兄。对。以后叫我师兄。哎，何师兄。罗宾呢？方主任。哎，王大奎找不到他，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他今天出庭。啊，助理呢？说是不接电话，也不回电话，怎么个情况啊？黛西她手机坏了，她现在正在修呢。罗琦姐，你为什么忽然就不让他来探望孩子了？是罗宾叫你来的？没有，罗宾他根本就不让我管这个事儿。你跟罗宾说啊，他那个兄弟啊，如果继续探望孩子的话，会对孩子不好。罗宾他打算让他这个兄弟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我就会说我的前夫有严重的健康障碍，如果他在行使探望权的话，会影响到我孩子身心健康的。我会让法院终止他的探望权。罗琦姐，这个主意确实是我给你出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打起官司来的话，是要讲求证据的。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有严重的健康障碍，或者说他行使探望权怎么就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他得过抑郁症。那罗宾他会找来一达医生给他做报告，证明他已经康复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严重的健康障碍。他已经有新的女朋友了。那法院他也不会因此就剥夺了他的探望权的。小安的奶奶跟他说，他爸爸会给他再找一个新的妈，比原来的妈妈还要好，问他喜不喜欢。老太太嘴巴一张，亲妈就没了。我女儿要管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叫妈。将心比心这件事，搁谁受得了？你受得了吗？罗律，那个您会律所吗？我搭上您。对不起，我不回律所。喂，什么事儿？我觉得您应该好好的跟您的前姐夫谈谈他再婚的事儿。他确实有再婚的权利，但是我跟不跟谁谈什么，就不劳你费心了。我就是温馨提示啊。用不着，你能干好我交给你的事儿就不错了。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儿很难找吗？黛西是叛变了呢，还是本来就是你派来的卧底？你想多了，
现在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复杂。丽娜，是不是？肯定是丽娜说的，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你把小安藏起来，季玉快崩溃了。啊，你不要跟我提这个女子。好，你前夫，你前夫现在每天给我发好几百条微信，他已经疯了，你知不知道？哟，疯了，那就更不能见孩子了，否则的话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我知道季玉找了个女朋友这事儿没告诉你，让你生气了。他找不着女朋友，他结不结婚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吧？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见孩子呢？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爸又给他找了一个新妈，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两个妈之间做比较，这个理由充分吗？姐，你这理由我能理解，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这个理由在法律上它不成立，你不能因为你的前夫要结婚了，或者说谈了一段新的恋爱，你就剥夺了他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探望权。你跟我谈法律是吧？啊，罗宾，那就跟我的律师谈吧。你不要闹了，行不行？我没有闹，就是因为我不闹，所以我要找律师。你们律师都是专业的，受过训练的，都非常冷静。我是冷静不了，所以我必须要找律师。你真的假的？你收一下。什么东西？这是我律师的名片，他叫麦飞，可能你也认识。我当然认识，他以前是我的助理。那我想请问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找律师？你什么时候找的他？我的律师叮嘱我呀，只要我找了他，我就不能回答任何人的问题。我不是任何人，我不是任何人。你是律师，你是替我前夫来跟我交涉探望权的。姐，我是你弟弟，我是你的亲人。当然，我也是基于很多年的朋友，所以你相信我，这种事情不需要找律师，你懂吗？别跟小安说，否则我揍你啊！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想了，怎么想的？睡觉都想。哦，真的假的？真的。好吧。小安妈妈，小安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您家长工作再忙也要多陪陪孩子。还有这个。谢谢，没事。谢谢舅舅。这是舅舅买给你自己的啊，千万不要给妈妈，最近妈妈不乖。来，先放里。好。你又不怕被别人看见了啊？看就看见呗。哟，那万一廖主任找你麻烦呢？他看不见，他正会儿陪客户吃饭。罗宾找你啊？不接了，下班了。你干嘛不接呀？好不容易跟你约会一次。没事，你接吧。哎，罗律，我要见你。我下班了，我没在所里。那正好，下班了我们可以见面好好聊一聊。你在哪儿？我来找你。是这样，我今天晚上安排事儿了，我们可以约其他时间见面吧，好吗？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吧？是因为罗琦吧？没错。所以你躲是躲不了的。我并没有躲，我只是今天晚上有事儿，您跟我约其他时间吧，谢谢。喂，季玉，我刚刚跟罗琦见了一面，我们见面说吧。好，那我去你家。好，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吧。好的。好。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了？就是不想被人怀疑。不想被谁怀疑啊？罗宾啊？啊，你把罗琦介绍给了我，怀疑是啊，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啊。他知道咱俩认识啊。如果他真这么怀疑，
那你怎么跟他解释也没有用，他越描越黑。哎，要不然，我是想说了，要不然别在罗宾了。为什么？不是你说话呀？为什么呀？啊？我是怕你为难，我不想让你夹在我跟罗宾中间。那为什么是我别干了呢？咱俩好好讲道理，那谁也不能急那种的，行吗？你看啊，我过了司法考试，我有律师资格证，我再过上几年呢，就能成为初级合伙人了。我再熬上几年，等我有了名气，有了人脉，我就可以自己开业了。我以我自己名字命名一个律师事务所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是你不一样啊，你连司法考试都没法参加。那如果不是罗宾罩着你，你能去律所上班吗？那除了保洁员或者勤杂工什么的，你什么都干不了。那可是现在连招个行政都需要大学本科以上。哎，别，你干嘛？你又来了！哎。罗冰冰，你瞅啥呢？一起喝点儿。哎呀，酒。什么温柔，有点拉胯了。哎呀，你说真快，就这么给摔着了。罗宾，你先躺会儿行吗？我给你弄点喝的醒醒酒。那跟罗琦聊的怎么样？同意我见小安了。等你醒了，咱们再谈好吗？我现在醒着呢。我跟你说，我今天去他那儿了，去找小安去了。人家全大市大爷没让我进。我说我干什么呀？我说我找我孩子。他说孩子谁？我说纪晓安。他说纪晓安。我说对，我就把小安的这个身份特征、生日啊什么全都告诉他。我说你进屋去，你去给我问问。你看他出来跟我说什么？给我笑死了。跟我说没有纪晓安，我们这儿有罗小安，好笑吧？我后来仔细一想。他把小安姓都给改了，随你姓了，罗小安。姓都给改了，我。你有女朋友啊？恭喜你啊！谢谢。不客气。喂！不是，你怎么知道的？罗琦告诉你的。罗琦怎么知道的？不是，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没想好怎么告诉呀？怎么说呀？哦，就是因为这事儿吧，他生我气不让我见小安，还把小安姓给改了，因为这个是不是？你说话是不是？所以你要理解他，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件事。消化可以的消化，但是我妈想孩子了，我也想孩子了，真的想见小安。
真的，罗宾，好久没见小安了。我也干了。来，乖，躺这儿，躺下。中国结婚的对数558万，离婚的对数185万。过去有一句老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套用现在我们的结婚率和离婚率，叫"3对成必有所失"。高手生而不露啊！兄弟，看见我刚刚操作没？太帅了！大婶，留步！我都已经校对好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签，因为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坑。人家对方公司的法务投诉你说你一直不回电话。关于麦飞担任您姐姐律师的事儿，我想跟您解释。你不用解释。他不是针对您，而是因为我说了不用解释。你怎么老不听别人解释呢？我之所以每天比大家早一点来办公室，是因为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听别人解释上。况且，解释不解决任何问题。我解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矛盾还有误会。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决定。你是决定继续留下来当我的助理，还是因为你的男朋友麦飞在做罗琦的律师而打算退出？我尊重你，无论你决定留下还是退出。您什么时候知道麦飞是我男朋友的？我一直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不退出。OK， 那就请你马上联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麦飞先生，确定一下我们双方的见面时间。好，罗老师，我早就已经跟麦飞约定好了，我们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参入个人的感情。我不知道你们的约定，也不关心，我只看结果。兄弟，看到我跟他操作没有？带吸管何塞叫兄弟，真的骗你小狗，我亲耳听到的，他真管他叫兄弟。你叫何塞叫师兄，人黛西管何塞叫兄弟，那你得叫黛西什么呀？嗯，说什么呢你们？我正跟他说啊，你在何塞办公室正讲到你跟何塞兄弟相称。哎，对了，昨天好几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找你啊，我可都帮你打掩护，说你去上厕所了啊。没有肉的，只有素的。谢谢啊。最后连封印都过来找你了，问你去哪儿了。都惊动封印了。我估计啊，是王大奎那边的法务给你扎的针儿。谢谢啊。哎，丽娜没有在座位上，所以我就直接走进来了。丽娜在座位上的时候，你也不是爬进来的，一点也不好笑。幸亏我的职业不是逗你开心。封印昨天到处找你，
说你也不接电话，客户也找不到你，你的助理也不在。不用你告诉我。你干嘛呢？工作。可丽娜约好了是今天上午咱们俩谈话呀。谈什么？你忘了？哎，你说要找一个时间，我们俩好好谈谈啊，关于我们俩的关系啊，以及存在的误会，还有未来情感的发展方向。我这些邮件必须要在客户一上班，打开电脑就能看见。我从来都是提前完成的。我昨天晚上跟丽娜重新约时间。丽娜不在工位上，那就等她来了以后再约。耿子，对不起，我实在太忙了，我一会儿还上班呢。罗宾不知道我来找你，他早晚会知道的。季玉如果真想跟你过不去的话，他可以找律师告你。哎，不谈这些了，说点别的吧。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妈妈告诉我的。哦。我跟她说你今晚约了罗宾，罗宾忘了你们的见面地点，不敢问你，怕你生气。然后你妈妈就跟我说不可能啊，今天晚上罗琦要带小安去跳芭蕾舞。我说对啊对啊，罗宾就是要去看小安跳芭蕾舞。我说句真心话，你别介意啊。也许我会介意呢。那我就不说了。我不介意。我介意。哎，对不起，我们主任还没有到，他让我接待您。别怪我不好，事先没有通知你们。哎，这边请。好。没关系啊，你可以接电话的。哦，不重要。您这边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喂，你好。您好，请问是龙科律所吗？是的，请问您哪位？我找一下麦飞律师，请问他来了吗？麦飞律师来了，但是刚走。好，谢谢。何塞叫你去他办公室。为什么让我去啊？你是叫黛西吧？啊？刚才我去他办公室送文件，他说让黛西来一下。何塞老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所的美女兼律师助理兼游戏高手黛西啊。您好，您好。这位是大鹅游戏的创始人马龙。啊，我特别喜欢大鹅的游戏。是吗？啊。哪款？凯旋。必须的。那你们二位玩一局吧。何塞老师，我这边工作还没做完。我去跟罗宾说，他一定会同意的。哎，我正找你呢，你收到校友会的邀请了吗？我不会去的。为什么？有什么可去的呢？大家不是在律所碰到，就是在法庭碰到，混得太熟了，以后还怎么为了自己客户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呢？你是怕碰见蓝红吧？闭嘴！你说你当时跟蓝红那么好，为什么要分手呢？闭嘴！我们当时都觉得你们完全是天生的一对儿，我没有恶意。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叙旧，我没时间。不，我是想请你给我帮。如果需要我帮你什么，请直说，别吞吞吐吐的好吗？我听说蓝红的老公他有要收一家游戏公司。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哎，我在并购这方面，法律问题我非常的了解，我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专家。那我倒是建议你去参加校友会，并且期盼上天能够安排让你邂逅一个某上市公司老板的太太，你去毛遂自荐，告诉他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并且他正巧有这方面的需要，
或许他会找你。哎，不，你误会我。那你能不能别绕来绕去的，让我误会你呢？是这样啊，我呢，有可能很快要做一家游戏公司的法律顾问，而这家公司呢，有可能被别人收购。但是在这众多的打算收购这家游戏公司的公司当中呢，有一家上市公司，这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呢，恰好是蓝红的老公。也就是说呢，我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跟蓝红老公的公司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请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啊，你我之间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丝丝的矛盾。何在，你听好，再有矛盾，我也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去说你不好。你承认咱们之间有矛盾了，你终于承认咱们俩之间有矛盾了。但是没关系啊，有矛盾没关系，有人的地方它就有矛盾嘛。大哥，我的重点是，我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说你不好，我并没有谈我们俩有没有矛盾。不，那你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呢？出去，这个话题不再谈了。你找丽娜约我的时间，她没有在位置上。我说过了，那就等她来了再约。哎，你说最近有点奇怪啊，昨天你消失，今天她消失，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哎，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没有要偷看，我只是想离你再近点。我能听得见，我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听见的话，我奉劝你压根儿就不要说出口。你看哈，是这样的，你看上学的时候，我跟蓝红之间关系一般，是吗？你这么理解啊？那你的理解力真的从小的时候就严重出现了问题。你们俩关系不是一般，你们俩是相互鄙视。我早就看透了他了，对不对？我当时我就反对你们俩，但是你没有听我的建议。我庆幸没有听你的建议。所以啊，你没有听我的建议，所以造成了你这段失败的爱情。如果我听了你的建议，我现在也和你一样，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叫爱情？爱情属于所有人，但是爱情分真爱和假爱。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忠贞不渝，这才叫真爱。你的意思是从一而终？不，我说的是忠贞不渝。那如果两个人接触了一段之后才发现并不合适呢？那他们就不是真爱。哎，像你跟蓝红之间，那就不叫真爱。按照你的逻辑，真爱只有一次。对。那如果说你真爱这个人，他不幸离世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生他不再接受其他人了呢？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明明你刚才说的真爱只有一次。不，我的意思是哈，如果一个人他同时爱上了很多人啊，那他这就不叫真爱。但是一个人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消失了，比如说离世了，那么这个人当然可以再去追求他新的爱情，不然的话，那就是泯灭人性了。那你就不应该说真爱只有一次，应该说真爱是一次只能爱一个，爱几次就应该有几次真爱。对，你们俩在这讨论什么呢？爱情。我没听错吧？你们为什么要讨论你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儿呢？你们既不懂，又不擅长。他为什么说我们既不懂又不擅长？他说的是你。我找黛西，黛西她没有在工位。她去哪儿了？我知道她去哪儿了。
我去帮你叫他啊。资料室。婉欣，罗宾找你。哦，好，不好意思啊，我先撤了啊。好，拜拜。我离婚的时候留你家2箱东西，你没给扔了吧？在衣帽间有一个大箱子，上面贴着你的名字。机遇找着了，行了，挂了啊。哎，不好看。白金红的专利已经申请了下来，你马上跟麦琪联系一下，约定去法院的立案时间。好，诉讼材料准备的怎么样？都已经准备好了。喂，你又怎么了？说话。我给罗琦打电话了，他接了，然后跟我说你有什么事去找我律师去，然后把电话给挂了。我再打就不接，我打了很多遍，他都不接。罗宾，你告诉我，你觉得罗琦他能这么对我吗？我要见到他，我要见到小安，我需要见到他们。是，他是不能这么对待你。你先冷静听我说，你会见到他，见到孩子。我向你保证，你先冷静。我冷静不了，我冷静不了，我听不了你说，我冷静不了，冷静不了。我要见到小安。好，你先收拾好你自己，其他的交给我。你约了麦飞了吗？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没接。打了几个？什么时间打的？我今天早上一来就打了。哦，我已经跟他们前台说好了，让他给我回电话。然后呢？然后我就一直在何塞办公室。你为什么要在何塞办公室？是他找的我，他来了一个游戏客户，让我陪客户玩游戏。他让你陪客户玩游戏，还玩了一上午。我总不能当面拒绝他吧？废话。那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那就让他暴跳如雷好了。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拿下这个游戏客户。他想拿下，就让他自己去拿。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留在他办公室陪他玩游戏。因为我不想跟他闹太僵。他前段时间一直揪着我要我简历来着。那好，我问你，如果他以后让你去陪酒呢，去陪其他的呢，你都陪吗？如果不答应，一样会闹僵的，一样的。喂，你跟罗琦约的几点？正在约。他不同意，对不对？没有。这样，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把他也约来。就这样。你现在就去找麦飞。好，我马上给他打电话。不是打电话，是去他律所找，让他下午无论如何说服罗琦来我办公室。啊，那我直接去找罗琦就行了。你听我的好不好？我可以跟他沟通的。他不会信任你的。为什么呀？我又没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一个人信任不信任一个人，不取决于他是否伤害过他，而取决于他到底站在谁的那一边。即使我站在你这一边，也不代表我会出卖他的利益吧？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来进行辩论。是这样的，罗琦他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助理，但他还是很信任我，什么都跟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事情他不跟我说，却跟你说呢？是不是他觉得你会反对他？他跟我说是因为我不认识季宇啊？这是办公室，不是聊天室。你为什么还要站在这儿？去啊！
您好，我约一下麦飞律师，谢谢。啊，好的，请找稍后。麦飞？啊，您好，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先生的助理。罗宾先生想让我跟麦飞先生约一下时间。廖主任，找你的。对不起，麻烦您跟罗宾律师说一声，我今天临时有事，不能跟他见面了，谢谢。麦飞律师今天真的是有事情，所以取消预约也是正常的。对不起，可是我们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麦飞律师，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们约一下罗琦。好，我尽量。好，那我们在律所等你，无论到几点。辛苦了。这小姑娘还挺有股劲儿啊，怪不得罗宾喜欢她。哦，我打听过了，他们只是工作关系。跟谁打听的呀？打听那人要不就是没把你当朋友，要不就是眼瞎了。哎，肖凯丽走了吗？哦，您要早点回来就见到他了。说服他了吗？咱们是长盛的法律顾问，她是长盛的女朋友。王慧珠不但是长盛的前妻，也是长盛公司的股东之一。他搞王慧珠来找咱们，那是不是找错门了？你可不能跟他这么说。哦，我没说，我劝了半天，算是劝住了。但能不能让长盛跟王慧珠说说呀？别在网上骂了，就算骂也别骂那么难听啊。长盛这人我了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就希望咱们能把这个事情给他按下去，所以我一早就去找王慧珠，跟他好说歹说，说的口干舌燥。他说告吧，随便告，大不了输了赔钱。不是赔钱的事儿，还得赔礼道歉，公开的。是，所以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他答应了，把之前的微博都给删了，再也不指名道姓的骂人了。你以后不许再让黛西陪你的客户打游戏。是他愿意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你都不能直接找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罗宾的助理，你要找他必须要通过罗宾的同意。不，罗宾也可以用我的助理啊。你再说一遍。是这样的，丽娜，律所对全体实习生的归口管理是在我这儿的，罗宾的除外。封印没这么跟我说呀？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去把封印叫来，让他亲口跟你说？这个是罗宾找实习生的先决条件，任何人都不许管罗宾的任何事。麦飞说他尽量。什么叫尽量？我要确定的时间，去把时间给他敲死。嗯。主任，嗨，我跟你谈两句。快去啊！好。昨天干嘛去了？我出庭啊，接不了电话，我解释过了。那你助理呢？我批评他了，他电话摔坏了，拿去修了。人事部门说了啊，他到现在也没有填入职表。他还是实习期呢。那也应该填实习登记表。填过了。填的什么呀？姓名、性别、电话还有住址。我估计那住址都是临时租的。老大，你要相信我。我是相信你，但是你要让我清楚，否则别人不知道我和那姑娘什么关系。行，那我改天给你提供一份详细的尽职调查。我没在跟你开玩笑。我也是认真的，从小学查起，不，幼儿园。你最近没什么事儿吧？没有啊。真的没有？真没有。刚才我从何塞的办公室经过，他在里边大骂范小天。你认为这事跟我有关系？对，确实有点关系。他居然叫着我的助理跑去他办公室玩游戏。他也是为了工作。老大，这您都知道？我一直以为你每天坐在办公室，没想到您足不出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行了，我这耳朵都听着发热了。我说的是真的。
喂，长生总，你怎么越调解事越大呢？我找了慧珠聊了，她答应的好好的。对，你跟他说，他要是指名道姓的骂肖凯丽，骂对了，人家可以告他侵犯隐私权；骂错了，人家可以告他诽谤、侵犯名誉权。是啊，我逼着他把之前的微博都删了，他也答应了我，再不写类似的东西了。对，他更变本加厉了，直接写绿茶 X 小姐，谁都能看出来 ，X 就是肖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嘛。我马上去找慧珠，马上跟他沟通。长胜总，你千万别着急啊。完了，回头我马上跟您汇报。都不是省油的灯。我去找王慧珠，肖凯丽要是闹过来，你就跟他说，我们正在解决。那他要是让咱们给他维权呢？你就跟他说不要告，告不解决问题。那他要是非告不可呢？那他只能找其他的律所，咱做不了他的律师。我就说利益冲突。你就尽量跟他说不要告，告也告不赢。凯丽，你听我说，大家各退一步就没事了。啊，我知道，我知道，我马上过来找你。行，那你先来吧。找麦飞律师。啊，你千万别告诉肖凯丽我去找王慧珠了。哦，我就说您去见客户了，马上回来。他可能要让你给他写一个律师声明。咱不能写啊，程程一定会急的呀。所以你就尽量说服他，谣言止于智者，清者自清。哎，您好。又找你的，我先走了啊。主任您慢点。你怎么又来了？你生怕别人不怀疑咱俩呀？罗宾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这儿都快乱套了。你今天可是跟罗宾约好了，要跟我们聊探望权的事儿。好，好，好，你这样，你们下午过来吧，我下午都在律所，随时过来，行吧？嗯，好。我走了啊。嗯。麦飞说他今天都在律所，我们随时过去就可以。好，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座位。梁红，你自己也是律师，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所以这件事情我要认真想一想，不能马上答复你。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我们真的很急。我们？我们指谁？你跟你丈夫？请问你丈夫知道我是你前男友吗？他知道我前面有过男朋友，但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是你。我也没跟他说过。他也没问过我呀。那你们怎么就决定要请我来做你们的诉讼代理人呢？因为他四处打听谁是这方面最好的律师，大家都跟他推荐你。他本来是亲自要来找你的，但后来知道我们是同学，又是曾经的同事。没错，那时候他是封印的客户，我们是封印团队的成员。你可以让他继续找封印。封印老了，全怕少壮，你是少壮派。我接不了。为什么？我不想面对你丈夫。哎，没事儿，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我没那么开阔。你不了解他。我不需要了解他。他要是认准了你，他认准了我，我就要接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要是认准了你，就会一直找你，甚至会亲自来找你。那我就亲自拒绝。为什么呀？难道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放下我吗？
官司有输赢，我怕万一输了，你们会认为我在蓄意报复。可是你从来没输过。那不代表以后不会输。行，输了我们就认。我认不了。那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接呢？哎，什么事儿啊？这么大气？是蓝红吧？有一个成语叫明知故问，他来找罗宾干什么呀？还有一个成语叫守口如瓶。我知道啊，她老公啊让人给告了。重温第一个成语，明知故问。那你说，这罗宾他会接吗？重温一下第二个成语，守口如瓶。先生，你好，我叫季玉，是罗宾的朋友，跟他约好了。您先稍等一下，我先给罗宾律师打个电话，确认他在不在办公室。他在，通过电话。您先稍等一下，我得打电话确认一下。喂，您先在这坐一会儿。丽娜姐，前台有个人要找罗宾先生。好，我知道了，谢谢。放这儿啊。真的麻烦您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再等一下。好麻烦，我不行。谢谢。嗯。请。谢谢啊，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这么长时间都忙什么呢？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就说什么都没忙就行。可是我确实有事情在忙。忙点也挺好，比闲着强。我不喜欢忙。季先生到了。你叫黛西过来吧。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跟季玉有些事情。行，那我先走了，你好好考虑考虑，拜托。走了啊。他是谁啊？你猜？前女友？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蒙的。哼，俩人还联系着呢。并没有。你有多久没见他，我就有多久没见他。那他干嘛找你啊？跟你一样，也要探望权，他也离了。你的脑回路也是清奇的很。是你说的，我跟他是一样的。我说的跟你一样的意思是，你们都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我这样的专业人士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他可以去找别的律师，不是偏得找你。说你的事儿。看我又来一个。你马上联系一下麦飞，我们现在过去。不用联系了，他都在，我们随时过去就行。介绍一下，季玉。你好。黛西，我的助理。助理。就是你吧？啊，给罗琦出了馊主意，不让我见小安，还要终止我的探望权，是不是？我当时不认识您。这跟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是你没有资格这样做。你还想不想见小安？我想。那你最好对他客气一点，他损招多着呢。你不让我见我的孩子，你能落什么好啊？损人利己的事儿你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干它干嘛？季玉，你要再这样的话，你的事儿我真的不管了。我只是不太理解，有什么不理解的呢？他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罗琦跟他说你十恶不赦，他就信了。罗琦跟他说我十恶不赦是吗？罗琦跟他说的。我来点个外卖。不是要去见罗琦跟他律师吗？是啊，在哪儿啊？在人家律所。那你订什么外卖呀？我是看你并没有想去见的意思。不是，我就是说是我不太理解，仅此而已嘛。如果把你不理解的事儿说的让你理解了，得办个培训班，一句半句说不清楚。
得理解了。现在，就按你们说的做，反正能把探望权解决了就成。那我们走。啊。请起。麦飞律师马上就过来了，各位在这里稍作休息哈。谢谢，没关系。季先生，您先坐。你又等着，在底下也等，上来也等，那我干嘛不在你屋里等？好的，您稍等。又怎么了？法院来电话了。好，我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他可能一会儿就来了吧？你看，他正在接电话呢。那个？对，那个。好，没问题，谢谢。这等多久了啊？懂不懂尊重人啊？他侮辱我，诽谤我，哎，我为什么不能告他？你是什么顾问啊？啊，长盛还付你钱呢，你什么律师啊？你懂律师吗？你凭什么呀？有什么话慢慢说好吗？别着急。你哪位啊？大律师罗宾从来都没有输过，留下全景律所的合伙人。好，那我问你啊，如果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在网上传得到处都是，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所有认识我的人，包括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说的是我，我能告他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确定？我确定。人家大律师都确定了，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告？你怎么做律师的？我是对您负责任，告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人家也没指名道姓，是您自己对号入座，这样很有可能输的。那就任凭他泼我污水，是不是啊？那你怎么做律师的？肖律师，那你就再泼回去嘛。他指桑骂槐，你就含沙射影。当然不可以，别人告你怎么办？那我就说我没骂你，是你自己减骂，法院还管减骂的事儿？还真管，有这种案例啊。依据你凭什么告我？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性判断规则。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我觉得吧，那个影射型指向言论说的就是我这事儿啊。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罗琦刚给我发微信说他今天可能不过来了。为什么呀？要不你们去刚才那会议室再等我一下，我这边还有客户。等一下你忙完到19层来找我。好，我们走。我不走，刚才就在你办公室等着，上了在那儿会议室还是等着，现在又回你19层等着，我们为什么要等着？实在抱歉，我现在还有客户。不就是一点小事吗？我就想见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见？为什么处理不了啊？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呀？事实上是罗琦不同意你见孩子，是罗琦不同意调解。我正在努力做他的工作，我希望您能给我些时间好吗？给不了，没时间。你们是怎样？要是您是这个态度的话，原因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做他工作了。我什么态度呀？他没必要做工作了。你做什么工作了？怎么做的工作？人你都没给我做了，你做什么工作了？季玉，我们直接去找罗琦。走了。我再说一句啊，就这家伙，你找他打官司，放弃这个希望啊！不要找他，太次了，一点小事他给你弄得特别麻烦，特别烦人，然后他收你特别多的钱，证明他特别的重要，你特别重要。对不起，我们坐下说。刚才那个律师说的什么影射性言论，什么意思啊？是这样，您男朋友长盛是我们的客户。所以说，平时您有什么任何事情、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给您解决。但如果说您执意要告王慧珠女士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接受您的委托。为什么？因为王慧珠是长盛的前妻，他们俩共同创立了长盛慧珠集团，王慧珠至今是集团的股东。然后呢？您执意要告集团的股东，
我们是集团的法律顾问，按照利益冲突原则来讲，我们不可能接受您的委托。你为什么不早说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接受长盛的委托，想方设法说服您和王女士和解。我们在做您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在做王女士的工作。奇了怪了，原来从一开始你不让我告他，就因为你站在他那边，是不是？不是肖女士，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我一把握什么东西我都告诉你，话不能这么说。那边什么？你女朋友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那小安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女朋友你应该认识呀。谁呀？蓉蓉。蓉蓉。啊，你跟蓝红分开之后，你姐不是给你介绍过女朋友吗？什么叫介绍过？是太介绍过了。什么网友、驴友，甚至刚认识的，乱介绍，烦死了。哼。不是什么意思啊？你新女朋友不会跟罗琦有关系吧？闺蜜、仇敌？我没你想的那么庸俗，只是他给你介绍过。哎呀，给我介绍过？对，罗琦把蓉蓉给你介绍过。你刚才说那女孩叫什么名字？蓉蓉，我说了很多遍了，蓉蓉啊。可是我怎么对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根本没印象？你没见她？难怪呢。我说我怎么会不记得人家的名字？就那天我跟罗琦陪着他等你一下午，你也没出现啊？那天是哪天？2009年。2009年。2009年你们俩就好上了？那时候你应该是我姐夫吧？不是，你的脑回路也很清晰。我跟他之后就没有见过，最后一次见面是半年前在机场，航班延误了，我们被困在那儿，那碰上就聊两句呗。而且说的都是你，我一直在给他道歉。航空延误应该是航空公司道歉吧？为你相亲没去道歉，明白吗？那天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呀，很尴尬的。不可能，我不接电话说明我在工作，我不方便接电话。是因为她是何塞的表妹。她是何塞的表妹？还是亲的？何塞知道吗？知道什么呀？知道你放他亲表妹的鸽子？回去问问蓉蓉不就知道了吗？哎，这事过去很久了，他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也不必太在乎。好，这事情我们不再说了。嗨，嗨，啊，我跟何塞有事儿，你先回去。拜拜，常来。哎，拜。你先坐一下，我送一送。不急不急，你忙你的。